欢迎来到罗伯的空中哲学频道。我们今日为您介绍一种研究方法——反向哲学工程，也是我们今日面对人工智能的法宝，让我们能够掌控 AI， 发展自我，甚至超凡入圣。好，刚刚那段开场白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狂啊？哈哈，是有点。掌控 AI 还要超凡入圣。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就是一篇宣称能做到这些事的学术文章，标题是以陈浩思想与康德哲学的互解来初探反向哲学工程。这个标题真的很学术。我知道，光听标题可能就想转台了，感觉又硬又无聊。但请给我们一个机会，因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又迷人的想法。没错，我们的任务就是来拆解这个叫做反向哲学工程，它到底是什么？它又凭什么能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中国宋代大儒陈浩跟德国哲学巨人康德连在一起？对。更重要的是，在 AI 几乎无所不知的今天，这个方法对您我来说究竟有什么用？没错，这篇文章的起点其实是一个我们都会遇到的困境。您想想，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充满了矛盾？生与死，得到与失去，对，快乐与痛苦。几千年来，哲学家们试图给我们答案。但结果呢？好像是更多的问题。往往是一个哲学家提出一套说法，另一个哲学家就提出另一套来反驳，最后答案没找到，反而制造出更多的矛盾和争论。这篇文章就问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会不会问题不是出在答案本身，而是出在我们寻找答案的方法上呢？这个切入点很有意思。所以不是哲学家们不够聪明，不是，而是他们用的工具本身就有问题。文章一开头就抛出一个很挑衅的说法：哲学家是矛盾制造者。是，这听起来像是在找茬。对呀，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文章认为，传统的研究方法常常陷入一种中心化的陷阱。中心化，这就像您戴上了一副红色的太阳眼镜，那么您看到的所有东西自然都会带上一层红色。然后您会开始论证说，这个世界本质上就是红色的。这就是文章说的，我们常常不自觉地用自己预设的立场去截断别人的思想，只取自己看得顺眼的部分。我懂了。所以一个康德的信徒去读陈浩的时候，心里想的可能是，这里跟康德说的不一样，所以陈浩错了。对，反之亦然。大家都在捍卫自己那副太阳眼镜的颜色。没错，而且这副眼镜不只影响颜色，它还会滤掉某些光线。文章认为，传统学术争论的问题在于，大家都在争论自己的眼镜看到的红色是不是最正确的红，而忘了其实可以试着把眼睛拿下来看看。正是，在学术界，这就演变成各种学派水火不容，文人相轻是家常便饭，自赞毁他甚至成为论文的标准格式。哇！放大到整个社会，许多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就是我的真理和你的真理的战争吗？的确是这样。当我们誓死捍卫我的见解时，其实就已经埋下了冲突的种子。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法，一种能帮助我们摘下有色眼镜，或者至少意识到自己戴着眼镜的方法。对，这就是反向哲学工程要登场的时候了吧？正是如此。文章用了一个我觉得超赞的比喻，电脑软体的反向工程，这个我比较熟。我们平常手机上用的 App， 看到的是漂亮的按钮和界面，当背后驱动它的是我们看不懂的原始程式嘛？对，而反向工程就是高手们做的事，他们把已经包装好的程式一步步拆解还原，变回人类能读懂的程式嘛，去搞懂它最底层的运作逻辑和架构。没错。这个比喻完全抓到了精髓，所以反向哲学工程就是要我们像个顶尖骇客一样，把一篇哲学经典看作一个已经完美运作的程式，不是去评判它，对，不是去攻击它，而是把它反祖义，拆解回它诞生时作者面对的那个独一无二的原始处境真理。等一下，原始处境真理这个词听起来又很哲学，意思是说真理不是只有一个，而是会跟着处境改变的吗？问得好，这正是这个方法最核心也最颠覆的地方。这里最关键的态度是文章提到的4个字：肯定一切。
肯定一切。这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稀泥，而是先放下对错好坏的二元评判。我们先假设摆在您眼前的这一套思想，在它自身的时空脉络和作者所面对的问题下，是100%成立、有意义且完整的。肯定一切，这很难呢。如果我看到一个观点我完全不同意，还要先肯定它，这就是挑战所在。这个方法的哲学基础来自德国哲学家高达美的哲学诠释学，里面有个概念叫视域融合。视域融合听起来好像科幻电影的术语。哈哈，您可以这么想。简单来说，想象您正在山脚下看一座山，而康德站在200多年前的山顶上。好，你们看到的风景，也就是各自的视域，是完全不同的。没错。传统的方法可能是您在山脚下对着山顶大喊：“喂，你那边看错了啦，我这边才是对的。”很生动。但视域融合不是要您放弃自己的观点，也不是要您盲目地爬上山顶，而是透过理解与对话，把您在山脚看到的风景和康德在山顶看到的风景2张地图拼在一起。最终您会得到一张更巨大、更立体、更完整的山的全貌。哇，这个拼图的比喻我喜欢。所以我读康德得到的不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答案，对，而是一个对我现在的处境有意义的答案。这个就是所谓的处境真理。完全正确。因为您的处境会变，也许您这个月正在思考职业转换，康德的自由对您来说可能意味着选择的勇气。下个月您可能在处理家庭关系，那自由可能就变成了责任与界限的课题。真理是活的，是为您服务的。了解。这整个过程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康德专家去跟别人辩论，而是为了您自己的启蒙。好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理论工具箱，叫做反向哲学工程。核心精神是肯定一切，目标是达到视域融合，得到对自己有用的处境真理。没错。理论是理论，它到底能不能用？我想这篇文章最让人眼睛一亮的地方，就是他拿2位八竿子打不着的大人物来做实验。北宋的程颢和德国的康德，哈哈，对，这听起来就像是要用乐高积木去分析一首贝多芬的交响乐，他们要怎么做到？您这个怀疑非常合理，这也是传统研究会卡住的地方。一个是东方儒家追求心与万物合一，一个是西方启蒙哲学家最擅长的就是用理性做切割分析，看起来根本是南辕北辙。对呀。程颢生在宋代，当时佛老思想非常盛行，儒家有点被边缘化了。没错，所以他感觉像是在为儒家寻找一个稳固的哲学基础，一个形上学的根。他最有名的思想就是一本论和识人，还有那句最经典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对，追求的是一种打破主客观对立，跟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没错，那您再看看康德，他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启蒙时代。是的，科学革命之后的启蒙时代，牛顿的物理学告诉我们，世界就像一部精密的机械，一切都由因果定律支配。这就带来一个大问题，如果一切都是被决定的，那我们的自由意志在哪里？道德还怎么可能？这个我知道。所以康德的毕生大业就是要划清界限，捍卫一个属于人类自由的道德世界，让它不被科学的自然世界所吞噬。所以一个追求心物合一，一个死守着心物二分，这根本是背道而驰啊。没错，我还是觉得很难想象文章到底在哪里找到了那个可以把它们串起来的针线呢？感觉像是硬要他们当朋友一样。这就是反向工程厉害的地方，它不是去比较2套系统的功能界面，而是去反阻抑他们底层的核心关怀。对，文章透过拆解找到了2个惊人的共同点。第一个叫做道德宗教。道德宗教这2个词放在一起有点奇怪。是的，意思是说，这2位哲学家虽然路径完全不同，但他们最终都指向一种内在的，以人的理性或本心为基础的准宗教情怀，不是外在的神，不是一个外在的人格化的神。对程颢来说，他的天人合一
不是一种神秘体验，而是一种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当您能是人，您的心就是天理，您本身就体现了宇宙的秩序。那康德呢？他不是把知识和信仰分得很开吗？没错，他用他的3大批判画下了一道鸿沟，说我们的理性无法认识上帝。对。但是他在最后又说，为了让道德能够完整，我们又必须去玄摄。玄摄就是当作它存在，上帝与灵魂不灭。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最终的公义和不朽的灵魂，我们为什么要在现实行善？这种基于道德需求而来的信仰，其实就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道德宗教。哇，这真的很有意思。所以陈浩是从心即事理出发，把道德提升到宗教层次。对，康德是从理性出发，发现为了稳固道德，必须要有个类似宗教的选手。没错，出发点不同，但终点站很像。那第二个共同点呢？第二个也是更根本的共同点，是他们对绝对自由的终极关怀。绝对自由。对陈浩来说，当您达到仁者与物同体的境界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应该是很自由的感觉。就是孟子说的“万物皆备于我”，是一种通透洒脱、无拘无束的大自在。而康德呢？他整个庞大的哲学体系奋力捍卫的，不就是人类意志的自由吗？对，没错。文昌推论，康德对自由有一种近乎信仰的执着，他追求的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那种小自由，而是更高的东西，是一种能超越自然因果限制，让道德法则与自然现象完美融合的最高的绝对自由。我好像有点懂了。所以尽管一个讲合一，一个讲二分，但他们其实都在用自己的方法，试图攀登同一座叫做绝对自由的圣母峰。这个比喻很好。那这就带到下一个问题了。所以呢，知道了这个，对我们理解世界有什么启发？这里文章引用了佛法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来做总结：什么是有为法，什么是无为法等等。所以这篇文章的意思是，康德的整个理性王国跟岑浩的天人合一，花了这么多力气，结果都只是工具。没错，只是有为法像一堆手指，那他们指向的月亮，那个无为法到底是什么？没错，这就是最关键的地方。您看，所有这些哲学体系，不管是陈浩的一本论，还是康德的批判哲学，都是一种有为法。他们是理论，是方法，是路径，就像一根根指向月亮的手指。而这些看似方向不同的手指，共同指向的那个不可言说的月亮，就是无为法，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终极目标——绝对自由。哇，这个比喻完全改变了我看哲学史的方式。所以哲学家们不是在互相打脸，不是，他们只是从不同的登山口，用不同的登山工具，在爬同一座山。正是这个意思。而反向哲学工程这个方法本身，它也是一种有为法。它也是手指。对，是一种更聪明的登山指南。它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看懂地图，让我们发现原来这么多不同的手指指向的是同一个月亮。这能帮助我们从知识的积累，也就是学，真正走向智慧的觉醒，也就是觉。这就完美的连接到了我们一开始提的 AI 时代。没错。面对 AI 像大海一样无穷无尽的资讯处理能力，我们人类很容易焦虑迷失。对。文章认为，这个反向哲学工程的思维能帮助我们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不被 AI 淹没。是的，文章把它分成了3个层次。第一层叫计量知识论。计量知识论，这就是 AI 的主场。它能用演算法把全世界所有的论文、资料、数据全部串联起来，告诉您陈浩跟康德这2个词在哪几篇论文里一起出现过。这个我们人类绝对比不过。比不过。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没错。所以我们需要发展第2层，也就是人类独有的心性知识论。心性知识论，这就是把知识跟您自身的价值观、您的生命体验、您的情感结合起来。AI 可以告诉您康德对自由的100种解释，但只有您自己能体会到这个词在您此刻人生中的重量。
这是您自己的心急里，是 AI 无法取代的。对，那最终的目标呢？第三层是什么？最终目标是去中心化知识论。当您能熟练运用反向哲学工程，您就能灵活地看待所有知识体系，不再执着于任何一副太阳眼镜。了解。您会知道它们都是工具，都是有为法。这时候，您就达到了一种游刃有余、圆融无碍的智慧状态，也就是前面说的绝对自由。听起来很棒，但还是有点抽象。文章有没有举什么实际的例子，证明这种思维模式真的有用？有，而且是个非常震撼的例子 DeepMind 的 AlphaFold。成功破解了困扰生物学界50年的蛋白质折叠难题。我知道这是 AI 在科学上的一大突破，但这跟反向哲学工程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您知道吗？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并不是传统的生物化学家，他们很多是神经科学和电脑领域的专家。他们用的思维正是一种典型的反向哲学工程。怎么说？他们没有陷入传统生化学的门户之见，而是把资料库里数十万个已知的蛋白质结构，每一个都当做一个独立完整、100%成立的真理。他们肯定一切。完全正确。他们肯定了所有这些现象，然后用 AI 强大的运算能力去反向寻找这些千奇百怪的结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共通的最底层的物理规律。哇！他们不是从理论去推导现象，而是从无数个现象去反推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模型。这就是从不同的手指最终看到了他们指向的那个共同的月亮。没错。这个例子完美证明了这种思维方式能帮助我们驾驭 AI 这个强大的工具，去解决人类原本无法解决的难题。所以，反向哲学工程不仅仅是一种读书或做研究的方法，它更像是一种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安装的思维作业系统。一个作业系统。它教我们如何不被单一的观点绑架，如何去欣赏、肯定多元的视角，并从中探寻更深层、共通的真理。没错，在今天这个资讯爆炸、观点越来越极化的时代，这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一种让我们从学到觉的能力。文章最后给了这个方法一个很美的名字，叫做诗性实用逻辑。诗性实用逻辑，它既有诗的开放与美感，又有工程的精准与实用。那么最后留给您思考的问题是，如果把您自己的人生、您的所有经历、您的知识体系、您的价值观看作一篇独一无二的文本，用反向哲学工程来解析它，您会发现什么样的原始程式码呢？是什么最核心的信念在驱动着您的人生作业系统呢？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本集内容对您有所注意，有所启发。世事多变，期望在何方？寒灯独影，明月交易，为谁能导航？水海苍茫，何处是归乡？一叶孤舟随波飘荡，北斗是指南。千山如云，各领风骚，图纸皆同。万川奔海，蜿蜒蛮鸟，水台相共。气象虽有万千，法宝却有三一。道路必然不同，万变不离其宗。第一份书是寻常物，心无不是人间宝。记笔记，心中里寻他谁百度，即兴即笔，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依然风轻山明水秀，本来风貌。粗茶淡饭甜心，也愿自有美肴。有情无情共享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欢喜。有为无为只向往。心里物里，一里地里皆可盼。